你生来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人生在本质上是一场单机游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核心信念，也是理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的基石。在探讨亲密关系之前，你必须先接受这个冷酷但又无比自由的事实。所有你试图从外部寻找的救赎，所有你试图强加于他人的改变，最终都会像撞上南墙的飞鸟，除了给自己留下伤痕，什么也改变不了。埃兰是我认识的最出色的连续创业者之一，他有着敏锐的直觉、极高的智商，以及那种能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罕见能力。他在商业上无往不胜，因为他懂得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优化流程，然后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当他把这一套逻辑搬进他的亲密关系时，灾难就开始了。他的伴侣叫莉亚。莉亚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敏感但同时携带着巨大原生家庭创伤的人。当埃兰第一次向我描述莉亚时，他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属于硅谷创业者的光芒，那是看到一个极具潜力但暂时陷入困境的项目的光芒。他认为莉亚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是被过去的不幸蒙蔽了双眼的受害者。他看着她，就像看着一段充满漏洞但架构完美的底层代码。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爱以及正确的资源介入，他就能把它修复好。这种想法极其危险，但又极其普遍。当你看着你爱的人陷入痛苦、焦虑或者某种破坏性的行为模式时，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伸出援手。这听起来很高尚，不是吗？社会文化、浪漫电影、流行音乐都在歌颂这种无私的奉献。他们告诉你，爱就是牺牲，爱就是永不放弃，爱就是把对方从泥潭里拉出来。但这些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我当时就警告过埃兰。我们在斯坦福的后山散步时，我告诉他，你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作你的风险投资项目。人不是可以被优化的算法。但埃兰听不进去，他处于一种救世主的狂热之中。他开始为莉亚安排最好的心理医生，为她规划职业发展路径，甚至试图介入她与家人的矛盾中。他承担了莉亚所有的情绪垃圾，把自己的生活空间压缩到了极致，只为了给她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一开始，事情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莉亚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她开始依赖埃兰，把她视作生命里的光。埃兰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欺骗了他，让他以为自己的拯救计划正在生效。但实际上，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你必须明白，试图拯救别人，本质上是一种极度自大的表现。当你想要改变一个人时，你其实是在向对方传递一个隐秘的信息：你现在这样是不够好的，你是有缺陷的，而我比你更聪明、更强大，更懂得你应该如何生活。这根本不是爱，这是一种披着善意大衣的控制欲。这种行为的底层逻辑是你那膨胀的自我。你通过扮演拯救者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来掩盖你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对失控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兰和莉亚的同居生活变成了一场漫长而隐秘的消耗战。莉亚并没有因为埃兰的过度保护而变得独立坚强，相反，她变得更加脆弱和多疑。任何外在的刺激都能轻易击溃她，而她每次崩溃都会本能地向埃兰索取更多的能量。埃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底洞。他白天需要处理公司复杂的业务，晚上回到家还要面对一个情绪黑洞。物理学中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在人际关系中同样适用。情绪和能量是会传染的。当你和一个长期处于低能量、负面情绪状态的人深度绑定，并且试图把对方拉出泥潭时，大概率不是你把对方拉上来，而是对方把你拖下去。因为向下的重力永远比向上的拉力更强大。埃兰的身体和精神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他的睡眠质量急剧下降，他的判断力开始模糊。在一次关键的董事会上，他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了一项极其糟糕的决策，导致公司损失了重要客户。
她的健康也在亮红灯，经常性的偏头痛和胃部痉挛成了家常便饭，但她依然没有停下来。她觉得如果这时候放弃莉亚，就是背叛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硅谷的人最怕承认失败，但有些事情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去尝试。我看着埃兰在那段时间里迅速衰老，她眼里的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疲惫和怨恨。没错，是怨恨。当你单方面付出太多，当你为了拯救别人而不断牺牲自己时，怨恨是必然的产物。你会在潜意识里觉得对方欠你的，你会想，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能好起来？而莉亚呢，她感受到了这种怨恨。没有人在被当成病人或者修理对象对待时会感到舒服。她开始反抗埃兰的安排，她故意破坏埃兰为她建立的秩序，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而不是埃兰的提线木偶。他们的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恶毒。埃兰试图用理性去分析莉亚的非理性行为，结果只是激起了更大的反弹。这段关系的破裂是以一种极具毁灭性的方式展开的，没有谁拯救了谁，只有两个遍体鳞伤的人。埃兰最终被迫退出了自己创立的公司，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无法胜任 CEO 的职位。莉亚也离开了他，带着比两人相遇前更深的创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你谁也改变不了。在经济学和决策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沉没成本，它是指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无论你明天做出什么决定，这些时间、金钱和情感都已经消失了。但在人类的大脑结构中，我们天生厌恶损失。为了证明我们过去的愚蠢付出是有意义的，我们会继续在错误的方向上追加筹码。昨日抛洒的血泪与沉默的筹码，绝不能成为明日抉择的枷锁。生活不是一场需要你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考试，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资源配置游戏。你手中唯一拥有的，只有此时此刻的能量和未来的时间。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投资者，你手里的资金就是你的生命力。你3年前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连年亏损，管理混乱，前景黯淡。现在你面临一个选择，你是应该因为过去已经投入了100万，而继续把仅剩的100万投进去试图翻本，还是应该果断承认这笔投资失败，止损离场，把剩下的100万投向一个真正有潜力的、能带来回报的新项目。理性的投资者都会选择后者，但在面对亲密关系和人生重大决策时，人们却往往选择前者。不要让过去绑架你的未来，沉没成本不应该参与任何重大决策。当你面临是否要结束一段有毒的关系，是否要离开一个没有前景的行业时，你应该在脑海中清空你所有的历史记录。闭上眼睛，假设你是一个今天刚刚降临在这个身体里没有过去记忆的人。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看一看身边的那个人，看一看你现在的处境，问问你自己，基于眼前真实存在的事实，如果从零开始，我还会选择开启这段关系吗？我还会选择进入这个泥沼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刻转身离开。不要去想你已经付出了多少，不要去计算你损失了什么，因为从你决定离开的那一瞬间起，你就已经停止了亏损，你就在为自己的未来创造价值。切断有毒的纽带是一项需要巨大勇气的逆人性操作。我知道这很难，你的内心会充满内疚感，你会觉得是你抛弃了对方，你会担心没有你对方活不下去。这种内疚感其实是一种被包装过的傲慢。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真的以为地球离了你就不会转了吗？放下你的助人情节，你不是上帝，你没有能力改变另一个成年人的灵魂底色。真正的觉醒是从认识到个体的边界开始的。财富和幸福都是单机游戏，你只能掌控你自己的人生轨迹。你无法替别人吃饭，无法替别人睡觉，自然也就无法替别人成长和觉悟。
有时候，看似无情的旁观才是最深沉的慈悲，让他人去经历他们该经历的风暴，去承受他们该承受的痛苦，这是他们灵魂进化的必经之路。你剥夺了他们受苦的权利，就是剥夺了他们觉醒的权利。所以，收回你那些泛滥的同情心，把你所有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你自己身上。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是一种只能向内求索的产物。你无法把幸福打包成一件礼物送给别人，你也无法代替别人去经历他们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有自己的人生功课。当你强行介入他人的因果时，你就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同时将反噬的业力引向自己。我们经常在谈论复利效应，财富的积累需要复利，知识的获取需要复利，但很多人忽略了人际关系中的负面情绪和能量消耗也是有复利效应的。当你和一个拒绝自我成长的人纠缠不清时，你每天损失的不仅仅是当下的时间，更是你未来创造价值的潜力。你的注意力被琐碎的情绪黑洞吞噬，你失去了对更高层级事物的思考能力。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去改变对方，而是如实的接纳对方本来的样子。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是在爱那个真实存在的，有优点的同时也有很多缺点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在爱一个你脑海中幻想出来的经过你改造后的完美伴侣。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接纳对方现在的样子，必须通过改变对方才能维持关系，那么你们从一开始就不合适。不要试图去填补别人的灵魂空洞。有些人的内心是一个漏斗，你倾注再多的爱和关注也会迅速流失。他们需要的是自己学会去修补那个漏洞，而不是依赖你源源不断的供给。当你停止扮演救世主的时候，你不仅解放了自己，也给了对方真正面对自己人生的机会。我经常告诉身边的人，保护好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你必须变得极度自私，才能真正的无私。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事实恰恰如此。只有当你把自己照顾得足够好，当你的内心充满平静和喜悦，当你在财务、健康和精神上都达到自洽时，你才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去爱别人。你的存在本身，你的状态，就是对周围人最好的影响。你不需要去说教，不需要去强迫，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当别人看到你因为遵循某些原则而变得富足、健康和快乐时，那些准备好改变的人自然会来向你请教。那时候，你分享你的经验，这才是有效的帮助。在此之前，任何主动的干涉都是在浪费时间。埃兰在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期后，终于慢慢明白了这些道理。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旅行，去冥想，去重新建立与自己内心的连接。当他再次回到硅谷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再试图去控制任何事情，他学会了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创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这一次他雇佣那些自我驱动力极强的人，而不是那些需要他去拯救的失败者。在他的新关系中，他找到了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伴侣。他们是2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因为相互欣赏而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需要相互填补空虚。他们不会试图改变对方，他们只是并肩前行，共同经历人生的风景。这种关系轻松、自然，充满了生命力。你要记住，生命太短暂了，你没有时间去和那些消耗你的人纠缠。不要在垃圾堆里找伴侣，也不要把伴侣当成垃圾去分类和处理。你的任务是去寻找那些已经完成自我构建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积极进行自我构建并且不需要你督促的人。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感到痛苦，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独处，他们害怕孤独，所以宁愿在一个糟糕的关系中挣扎，也不愿面对自己的内心。但孤独恰恰是人生的必修课。如果你不能在独处时感到快乐，你就永远无法在一段关系中获得真正的幸福。
因为你会把对方当成你逃避孤独的工具，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投资你的头脑，锻炼你的身体，建立你的特定知识，积累你的财富。当你把一切都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人和事，都会自然而然地从你的生活中剥离。这不是无情，这是进化的必然结果。你必须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建立起自己的内在堡垒。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不管你身边的人做出什么选择，你都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平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即使在动态中也能保持平衡的能力。当你放弃了拯救别人的执念时，你会发现，你卸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你的步伐会变得轻盈，你的视野会变得开阔。我们经常把沉没成本谬误用在投资上，但它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你为了拯救一个人投入了3年的时间，无数的金钱和情感。当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不甘心。你想，如果我现在放弃，我之前的所有付出不就白费了吗？于是你继续投入，直到把自己的底子全部掏空。听着，沉默的成本就是沉默的成本。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过去的时间已经消失了。你现在唯一拥有的就是当下和未来。及早止损，不仅是商业上的智慧，更是人生中最高级的自律。承认自己看错了人，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对方，这并不丢人，这是一种勇敢的自我觉醒。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家都在焦虑，都在寻找依靠。经济周期的波动，社会结构的变迁，让很多人感到迷茫。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互相抱团取暖的渴望会变得更加强烈，而试图通过拯救伴侣来获取自身安全感的心理陷阱也会更加隐蔽。但你必须保持清醒，越是在动荡的时期，你越要守住自己的基本盘。你无法拯救一个铁了心要下沉的人，就像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接受这个世界的残酷，接纳人性的复杂，把同情心留给那些真正遭遇不可抗力灾难的人，把你的精力和爱留给那个唯一能够陪伴你走完一生的自己，以及那些能够与你产生正向共振的人。埃兰的故事并不罕见，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个埃兰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我把这些讲给你听，不是为了让你对爱情失去希望，而是希望你能以一种更成熟、更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人际关系。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因为上帝也救不了那些拒绝自救的人。如果你从今天的分享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哪怕只是让你在面对一段消耗你的关系时产生了一丝迟疑，那么这篇文章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这些底层逻辑的人越来越少。但我相信，正在阅读和聆听的你，是那个愿意为了更清醒的人生而持续学习的人。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我再次邀请你按下那个点赞的按钮。这不仅是对内容的认可，也是对你自己决心做出改变的见证。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如今大环境充满变数，我们更需要构建坚不可摧的个人内核。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否曾经也有过试图拯救他人的经历？你是如何走出来的？期待看到你们的真实故事，我都会仔细观看并回复的。记住，管好自己，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我们下次再见。